好，主席，谢谢我们请法务部部长。好，谢谢麻烦部长。好，我们请委员好司法院副秘书长。麻烦副秘书长。谢谢。好，部长跟副秘书长啊，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案子啊，最主要是假释啊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由这个法官来决定嘛？哈，白话文是这样，就法官在判的时候啊，直接判说，我现在判你这个罪，但是你不得假释啊，或者按照吴宗宪委员的提案啊，就是说我判你这个罪啊，判你无期徒刑，但是你是属于1级、2级、3级啊，那你如果要假释，有一种叫不能假释啊，有一种叫做关几年就可以假释，大概是这样嘛哈。那这个责任呢，就会到法官的手上嘛啊。刚刚这个吴宗宪委员也提到说，那1、2、3级他不想要把它定位是犯哪一种罪行啊，这个由法官来做裁量嘛哈。我先问一下这个副秘书长，这个法官呐，在这个司法院里头啊，对于这个吴委员的提案，现在司法院的法官啊，看到这样的提案啊，目前大概有什么样的讨论呢？谢谢委员关心哈，因为我们司法院我们没有去征询个别法官那个意见，所以我没有办法代表那个法官来回应。那不知道委员要不要我们提出司法院的看法？对，好，可以啊，可以，好。是。用你们院的看法也可以。是，就说当然就是我们很感佩委员们对于公平正义实践的这一个考量，所以提出了这个修法。那现行法呢，它是规定就是无期徒刑要执行超过25年才可以开始假释哈。那这个是不是过短？我觉得这个立法政策确实是可以讨论的。那但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把它分成3级之后呢，因为它后面的法律效果，你是到了第1级永远都不能假释，那其他的是可以25年假释，这个法律效果会差非常多。那如果说全部委由法官来裁量的话，它会变成这个裁量空间，它要的要件这个明确性太过抽象了，所以说这个明确性的要求。我们是建议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这样分级的话，它必须要就是如果这个题目啊，大家来开个公听会讨论，那请一些法官啊来表示意见，这个副秘书长你觉得适合吗？开公听会就是让法官还有法官以外的，就大家专家学者来讨论，我觉得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尊重，因为是刑法嘛，我们尊重主责机关还有大院的权限。那可是我在这里呢，就是还有几个议题，我想是我们可以建议就是一起思考的哈。因为就是说像国际公约呢，像公正公约第7条，还有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他们都有禁止酷刑处遇的一个规范啊。那在国际间也讨论很多，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处遇呢，它是终身监禁，完全不得假释的话，那这边就是它到底有没有就是这个酷刑的这样一个议题？那我想这都是值得。对，我懂。但是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啊，总是觉得说啊，今晚都每当判死刑，啊，每当判死刑啊，上这把他关个死啊。是。好，会有这种讲法嘛哈？是。每当他判死刑，啊，上这把他关到都没当我出来。啊，这太可恶了啊，太可恶了。但是呢，因为你剥夺他的生命权啊，在这个国际上有讨论啊，但是呢，我就不爱有出来啊，我就安尼哦，这种的太可恶的，不爱有出来。所以郑部长，这个，请问一下，就说你刚有提到这个行政院啊，也最后在讨论啊，这个哪一些啊，最后就是他申请假释啊，不适用假释的规定嘛哈，在你的报告里头。你也提到了，包括故意杀人或杀人未遂嘛，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哦？现在行政院的这个草案里头，大概有哪些类型啊？就是行政院啊、法务部啊，或者已经会这个司法院，大家讨论完，大概哪一些啊，就是不得这个适用假释的这个相关规定，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有统计哈，大概现在最主要先说在故意杀人跟杀人未遂
被判死刑、无期徒刑，就10年以上有期徒这个罪我们是不适用假释的规定。就只有这些是吧？这个比较讲。另外一个就是已经判死刑、判无期徒刑，后来被撤销了被撤销后再犯被判无期徒刑，这个也不能假释。好，这是你们的看法了。对，因为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些是属于特殊重大的暴力性犯罪。那如果说一般的贩毒的话我们认为这部分我知道用这样的话就太。但是就是说对社会啦对台湾社会来讲啦，我来讲这个实在是有坑譬如说这个虐童这个坑那也许虐童他也没有虐童致死，但就虐童。可大家看到那个影片这些大家坑那对这个小朋友的身心都终身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这种袂当判死刑，想说把它关到死，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讲法啦所以到底哪一些就是说在法务部认定上就是哪一些这种的卖那个假释给它关起来，那这种事情不用讨论吗？部长？这种事情不用谈，因为这个是一个知识体大当然，如果说给就是在开公听会，给学者专家来做一个更周延的一个讨论那我想这个是对我们修法会更精准那刚才我也有提到像虐童的这一部分这本来我们是认为这就是本来就包括在这个里面的因为的确是人审共愤，一定是人审或天理难容的这一种的罪我们认为才不适用假释的规定嘛。对即摆就是讲人审公愤，但是大家看电视讲这坑叫过了几年之后判落来讲这给判无期徒刑，随时拢会当假释，安尼才有天理大家会有这种讨论所以我是建议这样因为这个修法过程刚拄真侪委员嘛讲，我这样经过恁大营到今嘛，我看有那要1年啦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你们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但是社会也没看到你们在讨论，社会嘛无参加讨论你既然讲人神共愤嘛，总是社会有期待，社会有想法，可是在这个刑法的整体的，包括这种量刑的考量上，总是袂当过头嘛袂当讲这个轻的硬要甲用重的相对就变成不重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代志我是建议，包括咱的招委啦这案我是建议讲。请这个法官的团体啦、检察官的团体啦、矫正署啦，搁一寡学者，搁一寡被害人的家属啦，社会大家过来讨论一下，看讲到底哪一些应该列入上甲拄这个吴宗宪委员讲的这1级、2级、3级啦我觉得这样有这个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吴委员的这个1级、2级、3级这个给法官那么大的权力这个有风险。什么风险呢？就是说，社会认为这个判无期徒刑，可是嘛无这么可叫这个法官讲，我就认为足可恶的，我就给他判1级社会认为足可恶的很可恶，判他无期徒刑。结果法官最后宣判的时候说，这剩3级的，这个法官压力足大因为这种1、2、3，尤其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判例的时候，1、2、3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法官我看那莫咧烧啦所以这个副秘书长有什么要补充？委员就这个部分就是司法院是比较建议说是在那个事后的无期徒刑是在事后的时候，在执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建立一个审查制，就说。他能不能那个假释人家审查至今嘛，就讲这个，不是在宣判那时候，因为宣判那时候法官确实很难预测。我刚到的委员讲嘛，讲事后即马要申请假释，拢人咧处理嘛，就是讲啥物可能有一寡弊端嘛，刚到委员讲嘛，所以你若是司法院认为讲，这后壁伊先甲判无期徒刑，后壁伊是讲啥物像吴宗宪委员讲1级、2级、3级这种分级落来，搁有一个制度。要来决定这件代志，那社会就要讨论，那这个制度参与的机制是什么？参与的人是什么？这个也可以讨论，对吧？可以，这就是司法院把代志去送到这个委员会啦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这个案大家讨论把这一些事情我是建议招委啦，这个搁开一下会社会有共识，要不
法务部甲他讲加这两种的，这几种的啦，故意杀人、交界杀人未遂嘛哈，这个，可是社会可能认为有一些更可恶的啊，很可恶的啊。那如果要放到吴宗宪、招委的这个上面1、2、3级里面，啊，要分嘛会使啊，大家是把它这个配置一下，大家讨论，或者是不要配置，最后要由法官自己来决定。那法官的团体。法官应该恁有啥物协会嘛吼？恁会总是来表达讲我这阮担袂起，吼，还是安怎？我觉得大家要有共识，或者包括法务部将近这个1年哦，咱审个差不多1年的讨论，社会唔知影到尾要行到对，吼，到最后这个包括立法院立法完了之后，大家讲哈，即摆该安尼哦，我觉得这样也不好了哈。好，那我就执行到这里，谢谢。好，谢谢王。